将军，您刚办事回朝，别太累。夫人，就看完这些，夫人先去休息吧，我马上就来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夫人，我来给主人送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将军。无非是反战小人嫉妒我罢了。小梅啊，你下去吧。我不看了，还是你们看吧。怎么样啊？很奇怪，按理说，王珂大将军武艺如此之高，一般人近身都难，怎么能被杀害得如此之惨？况且，这把剑就在他身边，说明他生前肯定用它去抵御。但从剑上来看，却没有丝毫痕迹，说明未能伤对方分毫，这不很奇怪吗？更奇怪的是，据我观察，这屋子上下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，甚至没有将军搏斗的痕迹，这屋内的设施也完好无损。难道说这是幽灵？还有最奇怪的呢，以我的观察，将军之所以只剩下白骨，并非融化或是腐蚀，那是什么？从伤口上来看，像是一点一点被吃掉的才剩下的白骨。吃掉？没错，有的筋骨还是新鲜的，有细微的血筋和细密的咬痕，像是生生被吃掉，又或者是故意制造的假象，迷惑我。你发现什么了？现场没有入室的痕迹，从门而入也太明显了吧？那这凶手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难道他之前就一直藏在这间屋子里？不可能。家丁告诉我，为恭迎将军平息战乱，凯旋而归，府上已经把每个犄角旮旯都打扫过了，更何况这个房间无处可藏。将军应该是先被杀死，再变成了白骨。可王将军的威名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武功可是盖世无双啊！究竟谁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让将军还没有出手就被杀死了呢？那得去问问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走。将军昨天回到府上，
刚刚脱下铠甲，就急匆匆进了书房，就一直在看卷宗。昨天有什么外人来府上吗？没有。那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喊叫声、打斗声？那就奇怪了呀，没有任何响动，凶手是怎么把将军放倒的呢？夫人，昨天晚上谁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？什么时候？最后应该是小梅。昨天夫人走了之后，我去给将军送茶，之后我就走了。那你最后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将军的表情，或者是哪里不对劲的吗？事实上，是有一些奇怪的事。哦。昨天我去给将军送茶，一晃神儿，突然射进来一支箭，那箭上还扎着一个纸条。我看将军看了那之后，并没觉得他有什么奇怪的，将军只是说，那是反战派嫉妒他升迁罢了。难道是这个？今一将功成，而万骨枯矣。神嘞！那将军府不是有重兵把守吗？那人是怎么进来的呀？这箭是从什么方向射来的？当时我背对着，箭应该是从门口射进来的。如果不是将军，小梅就已经命丧黄泉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反战派对将军攻击的可能性很大。将军刚刚升至代国公，眼红的很多，这主战派和反战派势不两立，经常在朝廷上掐起来。将军的升迁本可以让主战派一飞冲天，而现在杀死将军，对反战派确实能带来不少好处。李少卿，请你们一定要为将军做主啊！拜托你们了。现在整个长安城都人心惶惶，你还有心玩蚂蚁呢？一天天除了吃就玩，以为你多大本事呢？行，你们俩查吧，我不干了。切，不跟你俩一般见识。哎，可千万别小看这蚂蚁，将军的死可是跟这蚂蚁有很大的关系。瞎说，怎么能跟蚂蚁有关系呢？将军的死？那我问你啊，将军回家之前，夫人是不是已经把将军府打扫得干干净净了？对啊。那我怎么又会在书房的后墙角里发现松土呢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曾经在大邑见过这种蚂蚁，这种蚂蚁呢叫军蚁。别看一只军蚁的力量不算什么，但是把它们聚集起来，吃下一只猛虎都不在话下。哦，那你说那是大邑耶？长安城怎么可能有大邑的军蚁呢？不可能，你净瞎说。这么看来，是有人故意把军蚁引进将军书房了。对。将军府内房间众多，而军蚁只出现在将军所在的房间，并且只杀死将军一人，所以我认为是有人预谋的。那我去查个清楚，反正在长安城大邑的人也不多。回来。可是也不少了，这样盲目查下去，只会浪费时间。那你说咋办呢，老大？将军在多重把守之下还能被杀死，我认为凶手恐怕出自将军府内，所以还是从将军府里的人查起吧。可以。切，李少卿，不是我不配合，而是接触到书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当日为了迎接将军，全府上下的人
都在打扫清洗。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出这个嫌疑人呢？先生小心！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这就找人来救你，别着急。啊，好。在这儿。你怎么跑那里面去了？快，把绳子放下来，拉我上去！抓住我！你怎么了？有什么？军医，下面有军医。军医。夫人，我们已经派人在花园中寻找蚁穴了。你是说，一群蚂蚁吃掉了一个驰骋沙场的将军？夫人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现在看来，这种可能性最大。在那个地洞里，你真的看到蚁穴了？没有，不过那种臭味分明就是尸臭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有人在那里饲养军蚁。那你怎么可能没事呢？哎，你很期待我有事是吗？应该有防护用的暗门，军蚁就在防护门的里面。这也是军蚁没有攻击其他人的原因。军蚁的领地感很强，一旦闯入他们的领地，都被视作侵犯，一定会攻击的。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见不到你们了。好，就算花园里有蚁穴，可蚁穴跟将军书房离得并不近，军蚁是怎么过去的？王夫人，敢问府上可有什么密室暗道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想必你们也听说过，这个将军府之前本是孙承将军的。10年前，孙承企图谋反，被陛下灭族之后，陛下才把这儿赐给了将军。对府上细微的构造，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小梅，你是怎么知道那里会有危险的？我平日里面也会去打理花园，曾经掉进去过，那洞里面黑咕隆咚的，很恐怖。小梅应该早点提醒您的，幸好您没出什么意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怎么了？我看你从将军府出来，一直都怪怪的。想起了孙承将军的案子。孙承将军作为一位立功无数的将军，没想到被判谋反罪的时候那么草率。我也能理解陛下，当年孙承坐拥兵马100万，声望颇高，万一有二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说嘛，官儿当得越大，心里就越不踏实。少卿，少卿，双眼姑娘让我来告知你们，在城西山林发现马志熙尸骨。什么？我们走。是。
你们到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来？怎么样了？自己看喽。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，是黑骨。骨头怎么会变黑呢？这次应该不是君乙所为，尸骨头没有挣扎移动的痕迹，说明马志熙也是在变成骸骨之前就已经死了。若是君乙所为的话，这附近又没有遮挡物，恐怕凶手也在劫难逃。这山林的动物都会有死伤的。这马志熙一个人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呢？马志熙和王科将军关系甚好，都是主战派的主要大臣。这李治和上官是怎么查案的？王将军的死因还没查清楚，这又损失一名高官。凶手如此狠毒，再不水落石出的话，谁知道他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？陛下息怒。陛下，微臣愿意协助李少卿和上官公办理此案，3日之内必会水落石出。我想大家都了解，在朝中主战最激烈的，除了王科将军和马志熙，就剩下我了。若是这凶手再抓不着的话，只怕是……那依您所见，凶手应该是谁呢？我心中自有嫌疑人，只是没有任何证据，也不好乱说。季良兄，莫非是怀疑朝中大臣作乱？李少卿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近来朝堂内党派斗争确实激烈，但在李某看来，还没有到这种相继残忍杀害2位高官的程度。付出惨重代价的人，往往是没有理智的。他们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，我们常人都无法理解。季良兄尽管放心，有我李治在，季良兄绝对不会出事。好，来，喝茶啊！哎，我来。几位小坐，我去换下衣服。其实张继良这些顾虑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死掉的跟他关系不错，而且又都是主战大臣。三炮，去调派些人手，绝不能让张继良有半点闪失。知道了。我们去马志熙家，看看还有什么线索。主人近来确实很奇怪，常常唉声叹气，他又是个闷葫芦，问他又不肯说，直到昨天晚上，主人收到了一封信。一封信？一封很奇怪的信。他看完之后，愈发沉默了。那封信现在在哪里啊？主人看完之后，就把信烧了，而且还躲躲闪闪，生怕我看见似的。所以，你是不知道信上内容的？我以为是朝中机密，就没敢多问。然后他就去山林了？我并不知道他去了哪儿，他只说要一个人出去走走，可过了丑时之后还没回来。我才发觉不对劲，就赶紧派人四处找，没想到，那你可看到送信的是谁？没有，是门童在门口捡到的。主人看过信，神情紧张，我就随口问了句发生什么了，可他就大发雷霆。这样啊，这就奇怪了。难道马志熙跟凶手认识？马志熙明显在极力遮掩些什么事，这里面恐怕还大有文章。我还是不习惯那么多人跟着，所以已经把你的人打发走了。外面危险，还请张兄千万小心行事。哈，多谢李少卿美意。
这位是萨摩先生吧？早就听闻萨摩先生聪慧过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。你吃。张兄，今日来此，所谓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当日替李兄求情，跟陛下夸下海口，说3日之内将罪犯捉拿归案。今天我来，就是想问问李兄，这案子怎么样了？惭愧啊，这马志熙的死因都未能查出，凶手更别提了。这也不能怪李兄，还是凶手太过于狡猾。大消息！大消息！什么消息啊？这么开心啊？我可能明白马志熙是怎么死的了。快讲来！我爹跟我讲，他今日进宫的时候，看见西域大使进献了一件宝物，名叫霸王水，说可以瞬间融化衣物，甚至是人。你是说，这可能跟马志熙的死有关？没错。于是我跟陛下要了几滴回家试了试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快说吧，还每次要人请啊？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那死老鼠就只剩骨头了。更神奇的是，那骨头上面也有一层黑色。那这么说来，马志熙跟王珂的死，跟西域脱不了干系。我看啊，这个什么大使嫌疑最大。不应该啊，这个西域大使我也知道，他昨天才来到长安的，根本没有时间筹备王将军的死啊。况且，他这次是来求和的，如果杀了朝廷命官，这不是引火自焚吗？那如果不是这个西域大使，为什么2次作案都用的西域特有的武器呢？2种可能，要么栽赃陷害，要么图方便喽。不是我说，西域有些东西啊，可比大唐的刀剑好用得多。或许这个人他不是西域人，但是他擅长利用西域的特有药品呢。张兄，有话直说。2年前，我跟高基一起出使过西域，当时高基就对这西域的物品特别感兴趣，也带回来许多。到现在，我想高基已经收藏了不少西域的珍奇玩意儿了吧？就算是这样的话，也不能证明高基就是凶手啊。反战最激烈的，就是高基了。他多年来与我们政见不合，朝上朝下唇枪舌战，关系十分不好。若是怀疑，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。这些也都只是猜测而已。以我对高基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杀人。了解？你对高基有多少了解？嗨，我呢，也只是猜测罢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相信真正的凶手会露出马脚的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各位了。告辞。我觉得张继良说的很有道理。你知道你有哪2大缺点吗？你说。太重义气，太相信直觉。我开始被案宗的第1天，我爹就告诉我一句话，我现在告诉你。说。永远都记得，官场是血腥的。好，那就劳烦上官姑娘，好好给我讲一讲高基的家史，让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。高基跟突厥战争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曾经作为副将，跟随孙承将军一起出兵作战。那时他有5个儿子。5个儿子？不过在对战突厥的时候都死了。虽然儿子为国战死，让他一路升官，可也因为战争，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，怪不得那么反对战争呢。
那张继良有没有参加突厥战争啊？对，那场战争也有张继良。那时候张继良还只是王将军手下的一个副尉。高基有2个儿子是在马志熙手下牺牲，3个儿子是在王克将军手下牺牲。高基恨他们，也情有可原。这些也还都是推测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不调查怎么会有证据啊？哎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没说啊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这高基啊，还真奇怪。大家都知道，这高基啊，性格温和，品行纯良，可通常为官。作为同僚，他一没有去参加王克的葬礼，2没有去关心马志熙的事情，前天还神采奕奕的在自己的府里转悠，昨天就说自己病了，请旨要告老还乡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奇不奇怪？这个老狐狸，一定是报完仇就想跑。这么看来，我的推测是没有错。高基为了报5个儿子的仇，先后杀了王将军和马志熙，是不是高基？搜一搜不就知道了。我问你，你敢搜高府吗？紫苏姑娘，报告少卿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张继良死了。啊？和王将军的死差不多，尸骨很干净，只剩下白骨，其他的也没什么好查的。哎，你们看，他的手指着鞋子。鞋子很干净，没什么线索。你看这鞋子的摆放哦，一高一低，低有基础的含义。高基，这是张继良给我们留的线索呀。按照你的逻辑，他的3根手指伸展，我还说是3炮呢。你去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紫苏3炮，跟我走，我要搜查高基府。啥也没有啊，你那儿有什么发现吗？奇怪，不管是军医，或者是霸王水，还是别的什么，总会留下点痕迹吧？你不是知道很多新鲜玩意儿吗？连你都没发现，看来这次啊，真的是没辙了。凶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？三摸，你看，这是他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长得还挺帅的。哼，我本来以为他的肩胛骨突出，2肩会不一样高呢。哎，你干嘛？不要伤害他。白骨这么干燥，分明不是昨夜死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突厥战争，张继良，5个儿子。有进展吗？紫苏，来得正好。怎么了？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关于孙成将军。
犯了案就想走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孙木心，将军书房里的军椅就是你打开密室放下来的吧？什么？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将军书房的人，又是孙承将军的女儿。书房里的机关，想必你很清楚吧？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更不知道孙承是谁。我要去洗衣服了。那儿在花园里，我还没有掉进岩洞，你就已经预知了岩洞的所在。先生小心！我这就找人去救你，别着急。着急的把我救上来，看似好心，实际是担心我发现岩洞的石门背后就是军椅的蚁穴吧？你是说他把军椅放到将军的书房？不对呀，你不说军椅在后花园吗？难道他一只一只拿过去的？军椅的蚁穴的确是在花园的岩洞里，但是那个蚁穴却有一条暗道通往将军的书房。那日李少卿派人搜索，已经发现了暗道里的石门，只是当时还没办法确定凶手，就又给了你后续作案的机会。你先用石门把军椅封闭起来，待将军回来的前几天停止攻势。将军刚刚从战场上回来，自然身上沾满了血腥的气息，很容易吸引军蚁。而军蚁的口中有毒，同时被很多的军蚁叮咬，人就会陷入昏迷当中。而昏迷之后的王将军，只能听任庞大的军蚁部队蚕食了。可那支箭呢？那句话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说过，凶手只有一位。另一位凶手非常狡猾，他故意留下一些信息，其目的是诱导我们去往政治斗争上考虑。不是我干的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是我害死王将军的。果然有同党。那马志熙呢？他又怎么死的？马志熙，他应该是对凶手非常信任，才被骗到山林。凶手将其杀死后，再用霸王水制造了骸骨假象。凶手跟马志熙很熟？不止很熟，恐怕马志熙临死都以为凶手还是他的忠实的部下。你说的难道是？你想让你的妹妹承担所有的罪责吗？我知道你在这个房间里。张继良。张继良，他不是？把小梅带走。你没事吧？张继良，你终于肯出现了。你的这个计划堪称是完美。你料到，我们都会查到王珂和马之熙的死都跟西域有关，所以除去了没有作案时间的西域大使之外，我们唯一可以怀疑的，便是在朝中了解这些并收藏这些的高基，再加上我们在现场收集到的字条，以及朝中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，还有你在马之熙死后来樊舍向我们表述对高基的怀疑后也离奇死亡，我们自然就会怀疑到高基身上。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这个计划太过完美，所以才露出了破绽。为什么？你在凶案现场摆下布局，制造成临死前指认凶手的样子。可是你想，你都有时间来现场指认凶手，为何不想办法呼救呢？你的情况跟王珂不同，你的夫人就住在隔壁，可她浑然不知你被杀害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而且，不管是军蚁还是霸王水，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。可是我们检查过了，房间内外都没有军蚁的痕迹。直到双叶指出白骨的肩胛骨突出，这才提醒我，那具白骨不是你的。那么既然你没有死的话，原因就很明显了，是你想嫁祸给高基。
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疑虑，就算你想嫁祸高姬的话，也没必要杀死王珂和马志熙呀。可后来我了解到，突厥战争当中，高姬是孙承大将军的副将，而孙承大将军也正是在这场战役当中被认定为谋反。那么为什么作为副将的高姬却安然度过了这场劫难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高姬被收买，甚至帮助了对方来陷害孙承大将军。而陷害孙承大将军的2个人，就是王珂和马志熙。后来我从子苏的口中得知，孙承大将军育有1儿1女，女儿就是小梅孙木心，儿子就是你。残忍地在战场上杀害了高姬5个儿子，并引导我们抓捕高姬的张继良，或者说孙沐尘。这都是你子虚乌有的猜测而已。子虚乌有？我不知道你们2个人是怎么免于一死的。可是我了解到，当年陛下为了解心头之恨，曾在孙家人身上烙下罪字，以防逃脱。哎，我来。怪不得你当时有意遮掩。是我又怎么样？哥哥，是我杀了王珂，是我杀了马志熙，是我诬陷了高姬，但是他们该死，都该死。哥，所谓的将军，所谓的王珂将军，还是个常打败仗的小将。在大唐，我父亲的威名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就在突厥一战即将胜利之时，朝廷内部却认定我父亲在外自立门户，趁班师回朝之际，谋权篡位。是王珂，是他的嫉妒，他联合马志熙陷害我父亲。可怜我父亲当时为国浴血奋战，无心理会这些谣言。可是高姬呢？高姬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他居然背叛了我的父亲，制造了假的信函交给了皇上。当时父亲大权在握，皇上怕他功高盖主，所以草草定罪。漫漫朝战，当时我父亲的生死之交，也是我的义父。他为了我们孙家能留下香火，在押送犯人的时候，把我和我妹妹偷了出来。可他牺牲了他的2个孩子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我一定要为孙家，为那2个孩子报仇。为了报仇，我准备了很多年。是我在军队里先后设计害死了高姬的5个儿子，我要让他尝尝断子绝孙的滋味。自从王珂回朝的第1天起，我就以他熟悉的方式，给他重述了多年前陷害我父亲的过程。他们都吓傻了，他们以为是冤魂索命。我跟马志熙说出自己因为孙承将军的事情受到了威胁，约他出来想问清楚事实。他根本没有想到过，
我就是孙沐尘，所以他被我轻而易举的就杀死了。大仇一报。爹，娘，义父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哥哥，小梅，这么多年，我们过着形同陌路的生活，哥哥都没有好好看过你。你看，这一转眼，长高了，也漂亮了。哥哥，哥哥对不起你，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还在仇人的家里干活，委屈你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哥。军医是我弄的，跟我妹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哥，有伤要剐，随便你们。哥，放过我妹妹！哥，走！哥，带她走！快走！哥哥，我不走。带她走！不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苏，带小梅走。走。三炮，